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华为全新旗舰平板电脑 MatePad Pro5G 强光炫光，轻松大手笔。智能电混4驱，无惧雨雪湿滑。本节目由领克101MP 指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专业做扫描3亿人都在用，职场必备神器扫描全能王赞助播出。这次面试的我们的考核环节是试镜2个类型，第一个板块类型是新闻播报，第二个类型是访谈。我们会淘汰2位。哇，直接就淘汰2个，竞争好激烈。准备了啊！哇，就是短时间内高强度的这种准备，太难了，所以这是极限考战。他还要单独播报。你就问影响，他有主播的意识。神舟20号集中亮相，非人灵长类。哇，真好，本身能力非常强，就可以上班。我想说，但是其实我还是会有点太预设结果。不要你去左右嘉宾的观点，以及预设一个观点。有点害怕被淘汰。我觉得不会淘汰大家的。接下来看一看访谈组表现的怎么样。我提醒一下大家，5点20的时候，大家要交一下那个提纲。对，好的。好，好的，加油。好。90分钟太难了，我觉得。那像您如果做一个20到30分钟的访谈，您会准备多长时间？至少你得给我几天。就快看他们谁能够出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招。对，就是如果说你是希望把这个嘉宾的最精华的人生观点都碰撞出来，我觉得是需要很长时间准备。这真的非常熟悉2位才行。我都问的又是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刘奎首先就交了。哎，喝点热茶。其实采访是次要。其实喝茶是真的，这种方式我是特别喜欢的。哦，做了一些功课。已发送。你们仨是一个题吗？对，李立新老师。哦。很空的小里面。那刚才这个还是准备了哦。
think it's a perfect place over the past few days they've been. 我觉得冯晨朗还是挺知道自己的优势的，就是优势和缺陷，就是他的访谈不一定是一个深度访谈，但是他有访谈出不一样的颜色。你紧张吗？你紧张吗？你紧张吗？我觉得我比我上一次见你的时候，我觉得你要更紧张一些。现在。给你今天心情打分。就是你喜欢做这个事情。就是如果说从素人非这个科班专业出身的话，我们觉得杨利卫的状态明显要好。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神南歌艺。越临近越紧张，找点事溜一下。用旁观的角度看他们的故事，用旁观的角度看他们的故事。欢迎收看《旁观者清》，我是庞真。庞真还给自己起了个名儿，对。哎，起名常用谐音梗。对，常用谐音梗。距离上一次见田儿姐，其实已经是7年之前了。当时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是满意的吗？怎么去处理职业上的纠结和选择？现在正好也是毕业季。如果要给弟弟妹妹们一些建议，有什么宝贵的建议吗？这是我最害怕听到的问题。对 ，me too。对。你前2天睡得好吗？特别不好。师姐，你来参加这个节目，你压力大吗？很害怕，很焦虑。我是一个在做事情之前我会想很多、很焦虑的人。我其实很突然来这边，我就最近这1周才定下来，就是决定要来啊。因为我一直在做主播，我觉得我是没有资格来这个节目的。为什么？他本来这个节目就是给应届毕业生，然后你本科、研究生都是播音主持。为什么你会想？只是你选择在干这个，你只是选择做主播而已啊。你是我们对吧？就是18主持专业这么好的一个，你在我们学校专业是出了名的好。没有，你怎么可能没有资格？你在说什么？没有，不要。我觉得大家好像都对自己不是很自信，就是因为我感觉我做了主播，然后再来做这个就已经偏离这个职业已经很久了，所以我再回来的话，我合适吗？我有这个资格吗？我的专业能力能匹配得上吗？我想很多。各位老师们，大家好，我叫庞真，本科和硕士都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来自湖南。当年是从湖南省的播音联考第1名，到上戏本科录取的第1名，全国第1名，再到上戏的研究生考试、硕士笔试面试的第1名。哇！在校期间，其实我也是连续4年获得了专业奖学金、综合奖学金，然后被评为上海戏剧学院的优秀学生和优秀毕业生。好家伙！根本不知道第2名是什么感觉，是拿过第1名。我曾经为了验证水上逃生的细节，在橘子洲头从5米高的沉船上一跃而下，然后我也跟着环塔拉力赛的车轮扎进了新疆的荒漠，在漫天黄沙当中驻扎了半个月。哦呦，在家里好厉害！哇！我看你做带货主播挺多的是吧？对，我近几年来都在做带货主播。你是签的 MCN 公司吗？还是自己在做？没有，就是自己打零工。我就觉得挺奇怪的，因为你的经历18年到22年都比较传统的做主持人啊、出镜记者，然后突然到了22年就变成带货主播了，为什么突然转行了吗？就是。因为2022年的时候，我爸爸生了一场病。当时因为我没有办法回老家去帮忙，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提供一些经济上的帮助，所以我就走出校园，然后开始赚钱。在那个关口，
我觉得我也不能只顾着自己说啊，我要去追梦，然后就不顾家庭的困境，或者说我就不顾现实的一些各种因素，然后我就执着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当时对我来说是面临着一个很艰难的选择，就是我要不要当带货主播去开始赚钱。在我心里，我感觉这个没有回头路。挺棒的。爸爸现在身体怎么样了？我爸爸已经离开了。不好意思。22年对我来说是非常煎熬的一年吧，很难过。爸爸生病这件事情，我全家人瞒着我，我一直到考完研之后，我妈妈才告诉我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意识到不行，我说那我也出不上力，我也帮不上忙，那我就去赚钱。所以我在家里没有待多长时间，我立马就回到上海开始做直播，然后每天白天播，然后晚上回家哭。叫做今月曾经照顾人，今人不照顾时。宽高来进行到哇哦，非常可爱的泡泡机。水仙可能在想，哎，这是一种1把这么多了，这个太厉害了。其实我最终的梦想成为主持人，也是我之前和我爸爸的约定，就是他内心一直坚信，他未来一定能在电视上看到我。反正努力过了，就不会有遗憾了。干就完了，干就完了。不后悔。用旁观的角度看他们的故事，欢迎收看《旁观者清》，我是庞真。再来啊！今天我们节目请到了这位姐姐，她如事业的分岔路口，她坚定选择在人生的褶皱里。18年，当时我们在一起。很离谱。Hello， 姐，师姐好，我是那个这次的那个助教冯琳。听说了啊？梁田来了，梁田是冯琳的师姐，中传08播。谢谢老师带我参观贵单位。哎呦，不敢。哦，大家好。梁田姐 ，Hello， 哎，好有亲切感。嗨。我们直接从这边上吧。呀，这两位是？这两位是我们其他的选手。的选手，对。好了，加油！好，谢谢，拜。那家人们，那个梁田老师那儿已经进去了。已经开始了吗？我刚在那个小会议室有看到一个大投屏，然后就被赶出来了。什么玩意儿？投屏？对。哦。等一下，在这儿哦，看在这儿，就在这儿看，对。他们是直接呈现，难度翻倍，跟新闻还不一样。哇塞！出个稳定的主持岗位走出来，不少别人的期待。当时你是怎么在实现？肯定是啊。如果到了东方卫视，你觉得你适合什么样的节目类型？我目前来说，我觉得比较适合和感兴趣的，可能是一些访谈类，还有说文化类的一些节目。首先是我个人的兴趣所在吧，我可能比较喜欢挖掘一些别人的故事，还有包括去探索一些文化知识。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之前在我学校里面参加过的一些主持实践当中有一些这样方面的积累。现在生活状态大分。你准备怎么样了？还行，我有点害怕，因为也没有采访过这么厉害的老师。没事儿，我觉得你做采访就是你不要把对方放在一个高位去看，就你更加把它当成是一场属于你们俩之间的聊天。对。好的，加油！谢谢，你也是。宁宁，走吧。有什么需要我提供给你的不？帮助什么的？我也不知道。这，当心。来了，我们实习生宁宁老师好。嗨。你好，梁姐老师。来了，张宁宁。我觉得梁田是一个很聪明的嘉宾，而且他是一个很好的访谈对象，就是希望张宁宁能够有不一样的一个切入点。对。也蛮期待的。
请坐，请坐。谢谢，谢谢。OK。梁田，我该做还是不该做呢？这就属于比较没有经验的学霸，自己先坐下了。学霸都这样，来开工干活，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坐下来，你也来吧。这是清华那学霸的，清华学霸是。我们要给宁宁戴一下耳返。哎，对，看看你戴哪个耳朵，看你哪边方便，我都可以啊。或者我建议你戴这边，这儿吗？对，因为咱俩说话，你这个耳朵能听见我说话，对吧？你戴外头那一侧，没有戴过，没事。导播老师会在耳返里跟你试音，有问题随时喊我，在旁边。导播老师在那边。张静宁是吧？对。听得到我说话吧？可以。好，谢谢。耳返里跟你对话。好的。大概看一下你的机位，基本上这台是你的单人机，这台是梁田世界单人机，然后这台是你们俩的双人机位，机位上哪个亮红灯就是哪个正在拍摄。好。这个真的给他讲清楚，他真不知道，因为他们平时没有进过演播室做这样的节目。他如果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话，他要同时照顾导播、照顾机位、对，照顾被访者，还要想自己的思路。那关键被访者还特别有经验，而且这还是直播，4个导师坐在第二现场看着，我天！我来试一下吧。我声音响吗？会影响你吗？我觉得我自己的声音有一点大。稍等啊，我帮你调一下啊。好，谢谢。该上带的都上带了啊。完了，我告诉你，他又进入了那种我觉得最可怕的那个访谈状态，讲自己的，就是在背自己的稿子，对，要命了，简直。聊两句啊，梁田那么好的人。对，应该先简单的交流一下，对，缓和一下，对。他怎么被晾在这儿了呢？宁宁也没有寒暄一下是吧？直接。其实梁田老师一直在寻求机会要沟通。梁老师忍不住说：“我来聊两句。”妹妹你叫啥呀？妹妹你叫啥呀？哎，你看。我叫张宁宁，张莹莹，宁静的宁啊，张宁宁 ，OK。你北方人吗？不是，不是啊。我是一个在江苏长大的福建人。江苏长大的福建人呐？对呀。哇，福建人，以德服人那个福建人呐，听不出来一点儿。反倒感觉梁田更热情一点。宁宁像嘉宾。嘉宾在暖场。反了。宁宁，我们准备开始了，好吗？这个画面好好笑。或者你要再等一下也行，没事啊。再缓缓，再缓缓。谢谢。没事儿，没事儿。我能感受到你的紧张，没事，坐一会儿就好了。我紧张太明显了。没事儿，都经历过。哎呦，他们在等待的时候，我也挺紧张的。但我觉得这个比新闻的紧张要好很多。就是他们那个即时感，就是你好不好，错不错，就瞬间就这个后期还有补救。对，但实际现在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也紧张，肯定紧张，肯定紧张。你们2位就坐着呢，还是要迎接一下嘉宾走进来？都可以，你设计。你可以自己设计，我配合你。就坐着可以吗？坐着可以，没问题。那就坐着，好吧？怎么样，宁宁？
好，可以。那我们就准备吧。3、2、1，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张宁宁。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了。他曾经是知名的主持人，而现在呢，他也解锁了更多元的生活方式，从多元的赛车场到话剧舞台，从镜头前的好物分享，再到充满烟火气的日常。他现在也解锁了非常多不同的生活方式。他就是梁田，欢迎梁田世界。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梁田儿。梁田姐，之前我也有一直在看您的自媒体账号哈，发现您最近的生活特别的丰富，也特别羡慕您那种生活和工作非常平衡的状态。之前看您那个在海南文昌的看火箭的那个视频，特别有感觉。对，就最近发生的事，哇，我的电子闺蜜follow 我的这个社交平台是吧？因为我之前也看你的置顶视频哈，总结了去年参加过很多个第一次的事，然后想了解一下，就是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尝试？新的尝试啊，我觉得好像就是看火箭发射这个事情，应该是最近的一个人生新体验。因为我以前就是在原单位的时候，我是主持过很多航天类的节目或者晚会。自己也很喜欢那种科幻作品，对于太空，对于宇宙，其实我自己也非常感兴趣。然后我就说，那咱既然跟航天这么有缘，然后7月份又有这个火箭的发射，我要真的亲自到现场，用自己的双眼去感受一下，那个火箭推进器把那个天空点亮是什么样，然后那个迎面而来的风到底是多大的风，那个声音到底是多大。所以我就是，最近解锁的人生第一次就是去看火箭发射。而且我们那天就是晚上还下了点雨，所以当天火箭发射之前，那边上居然还有雷。再追问一下呀。然后你就是哇，还有一些意外收获，就是你会看到那个火箭与惊雷同辉的感觉。其实我也特别好奇，就是您在尝试这些新的东西之前有没有一些准备？他应该再追问一下，这其实都可以再往下讲，都会有特别鲜活的故事的。一些准备呀，我觉得是要。打个比方，我第一次开赛车这件事情，那我的准备就是在赛场上要尽量保证自己和别人的安全。那我就会提前去，比如说网上去学习赛车的基础知识，然后我甚至可能要了解一些他们的那个机械原理，然后那个赛车的组成构建，然后包括过弯的话，我要怎么抢这个身位。那理论准备会更多一些吧，尝试新东西的时候，反正就是我大概是要做一些这种理论性的准备，然后尽可能的以现有的条件去进行一些实战上的准备，比如说问朋友借一辆手动挡的车，赶紧复习复习，开一开这样。他好像太依赖于自己的提纲了。其实是我自己本身喜欢开车，就是我自己平时上下班开的那辆车，我就觉得上班开车那段路都很享受，我很享受方向盘在自己手里的感觉。坏了，他自己说完了。哎呀，太沉下来了。整体的节奏感不是特别好，基本上是梁田自己接着往下说的。对，所以赛车这个，一个是当时有导演组找过来说，感不感兴趣？然后我又很喜欢开车，我说那来呀，咱们没开过，但是有意思呀，我就去了。那这样既是赛车，又是做自媒体，还有时候演话剧，您觉得这个跟之前做主持人的时候的状态也很不一样了？
对，确实是挺不一样。因为我觉得主持人像是钻石，它有很多面，钻石自己是不发光的，它是折射别人的光。他的问题就是他的边界感太重了。所以我觉得我原来做主持人是，我要努力修炼自己，然后把自己打磨成一个钻石之后，折射我嘉宾的光芒。但是我出来之后，比如说演话剧，我就会觉得，哎，你在舞台上你得自己发光哦，你就是你这一趴的主角，你就要自信的亮出来。主持人的时候是光而不耀，但是你做话剧演员的时候，你就是要闪耀全场，就自己也要发光。他最大的问题不是想着下一个问题，而是没听。他没进入到他的世界。对，但幸好是聊天啊。人家太善良了，已经自己不断的往外拓展了，给了好多口啊。整体有点怯，在怯场，他被压住了。他显然是有一些后来信念感就没了。但是他讲话的语调是好的，语调就是沉的，然后表达也没有问题的。作为我们职场新人来说，也有过很多被别人的期待捆绑的时刻。梁天姐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怎么样去解绑的小技巧？我觉得人生遇到坎儿的时候，能拯救我的只有自己。别人愿意看见你的时候，你就感恩。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要被自己看见，我要看见自己。还有就是你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其实有几个问题很好，解绑，对，解绑那个是不错的。还有就是，走出舒适区以后，你会不会纠结？对，因为我是一个告诉自己我要活在当下的人，不要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过度担忧、提前焦虑。那会不会给自己设定一些小目标呢？目标会有，但是那些很关键的 critical moment， 他应该再追问一下。就我觉得他没有追问。今天和您聊了一路，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反而不是您之前做了很多光鲜的新尝试，而是说在这些尝试背后的一些选择中的纠结和已经知道自己要什么的那种笃定。也非常感谢梁天姐今天愿意把这个冒险背后的这些故事都来分享给我们，也祝屏幕前的各位都能够一步一步的找到自己的热爱，一步一步走出自己的精彩。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好，可以，好 ，OK， 谢谢。聊。我有一种张宁宁终于结束了的，她自己有一种终于结束了的感觉，解脱了的感觉。太紧张了，太紧张了。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谢谢姐。那我先下去休息好了。哎呀妈呀！是不是特好？不好，贼紧张，紧张忘光光。没有。但我终于可以歇会儿了。怎么样，宝？哎呀妈呀，紧张的忘光光了。是不是不按提纲来了就不按提纲来了，就不知道在说什么。我已经。那你也撑下来了，就很棒啊！完成最重要。就是靠姐的这种善良在支撑我的采访。天哪！哎。宝，可以走了。好。庞征来了，做卖货主播的那姑娘对吧？对，庞征上戏，本科第一，硕士第一，但后来家庭遭受变故，主播了3年时间。哇，在演播台上访谈。熟悉吧？像不像你们上戏那个主持班的那种上课的感觉？特别的有仪式感。我先坐一下。庞征是吧？对，我是庞征老师。
声音是可以的。专业。3号机是我的机位，对吧？对。然后嘉宾的机位是哪一个？是这个。然后这边是主机位。好，没问题。然后我现在模拟一下，我现在看向嘉宾的这个视角，然后在镜头里是 OK 的吗？现在是可以的。这样，好。Q 导播老师了已经。一看很有经验。专业。来喽！你的脸在转。田姐，我先给你握个手。哇，你真的好漂亮。哎呀，没有。我们之前其实见过。真的很久之前。对，有8年那么久，跟你一起录《天天向上》。各位老师好，我是2018级艺考生庞征，我是湖南卫视主持人梁田。很久，我又见到你了。那是2017、18年。对。今天是我看到你，我说我一定要访谈，对，但是访谈的嘉宾最后是抽签，但是命运就让我选中了你。哎呀，他一下子拉得好近呀！咱们就是说，我有点小紧张，你有点，我也有点。老师，想一会儿就是多多照顾我。谢谢田姐。那没事，看你的节奏，然后那个你觉得 OK， 我们就开始。好。套近乎成功。开始了。他要先站着说呀。他要先个开场，然后把嘉宾引进来坐下。我们可以准备开始了。导播老师，您要先倒数吗？准备，3、2、1，好，说话。用旁观的故事看他们的生活，欢迎收看《旁观者清》，我是庞征。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这位姐姐，她如梁上清风拂话筒，田上春生入境来。哎呦，良田的带出来藏头的。在角色的分岔路口，她坚定选择；在生活的褶皱里，她解锁鲜活；在成长的道路上，她步履不停。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她就是良田。欢迎田儿姐！哇，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你好，主持人。主持人好，田姐，请坐。谢谢。然后你就怎么舒服怎么做。好的，其实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会有2个关键词，一个是主持人，一个是选择。我觉得在我知道你的这么多年以来，我觉得其实你面临的选择是非常多的。然后我想说到的今天的第1个选择，其实是有关于职业，因为现在正好也是毕业季。那在毕业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过就是职业上的纠结、难题或者方向的犹豫？我其实大4那一年，我们这一届就08播本这一届运气特别好，碰到了很久没有再开启举办的央视主持人大赛，就是相当于央视的老师们也看到了我，然后呢，但是湖南台的老师也看到了你，然后那个时候当时还没觉得说这样还由得我选，我说我何德何能还让我选，但是因为湖南卫视的那个其他的机会也特别多，甚至你可以去拍戏或者干嘛，我就觉得太好玩了。我骨子里面是一个玩心有点重的人，感受到了。对，但其实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愿意去未知更多的地方。所以其实当时手上抓着各种各样的 offer， 然后湖南台是你心动的 offer。是的，这个总结非常到位。说到他们耳朵里听得好羡慕啊。聊天现在心里也是比较舒服的。对。但我当时就是。其实爸妈是想让我读的北京，因为就觉得城市嘛，父母的愿景可能更希望孩子是更稳定的。那比如说别人也会给你建议，然后家里也会有他们的建议，你是会更加听自己的想法，还是会更加去接受别人的建议？我会听自己的，但我觉得，我幸运的地方在于我的父母非常尊重我的想法，他们只会，给建议。但是不会左右我做任何决定，所以我说我的精神堡垒的建立，我的爸妈是2个非常重要的支柱，给予了我非常大的自由。就永远你回头看的时候，他们永远在那儿，然后支持你做什么，想干什么。
那我要再想问一个问题，就是2023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当时你发布了一篇长文，然后离开了工作11年的湖南台，你做这个决定是很艰难的，还是说其实你已经有做过规划了？我当时决定要离开，做这个动作，其实在这之前我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反复，因为确实我的原单位真的就是像家、像亲人一样的存在，但是我自己内心还是那个有点躁动的那个喜欢探索未知的那个劲儿又出来了，我就说人就是来体验的，咱们可以再试试，胆子大一点，相对于确认，我更喜欢未知，我当时写那个长文的时候，我真的用了很久。我记得非常清楚，我6月11号发的。对，我头天晚上就是大概用了半宿把那个文字写完了。真的是边写边哭。很难以割舍的情感，真的很难割舍。但我是那种做了决定我就要勇往直前。我刚刚听下来，其实你在做人生的选择的时候，虽然你会有自己的考量，但其实当你决定要去做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果断的。对。我觉得当时你的感受可能和现在的我是一样的。当我对这个行业有最初的一个认知的时候，我是看着你的节目和你现场同台参加节目，然后就是一直对我有非常非常深的影响。但今天其实你说的这些也很深刻的影响到了我。然后如果说要你对着现在正在看节目的，或者说他们可能同样面临着生活当中很多的选择的这些弟弟妹妹们，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首先，一定要正视自己所有的情绪。就是大家都是平凡的、普通的，但是可爱的人。你面对选择的时候，有纠结、有犹豫、困扰、辗转反侧，非常正常。你就学会与这种感情共处。然后做了决定之后，咱们2横一竖就是干，不要回头。然后，这样的一番话，我觉得很大程度上鼓励了刚刚毕业的我。我就是今年毕业，我相信也一定会鼓励到就是正在看节目的这个人，然后在守候你的节目的有，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好幸福，有一种被幸福冲昏了头脑的感觉，是吧？就是他们那个即时感特别好，演的每一句话都给了回应。这差不多可以上岗了。我也觉得是。从他没有看这个本儿，没有看提纲，聊的就是心里真实的好奇。唐真20分钟到了啊，最长不能超过30分钟。其实我还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的内容，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和你探讨。但是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环节，就是因为我关注你的各大社交平台，关注很多年了，我有发现大家一些比较好奇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来做一个快问快答，好不好？好。这是他自己的设计。I 人、E 人、I 人，稳定、自由、自由，吃甜吃辣。吃甜，吃甜啊！养生达人还是熬夜冠军？熬夜冠军跟我想象的都差不多。话剧演员、自媒体博主和主持人，最爱哪一个？主持人。我觉得我们可以给田儿姐一点掌声。谢谢，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今天能够对我很照顾，然后也一直在配合我们的节目，非常谢谢你。谢谢郑郑，之后还有机会再见到你。一定。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喽。拜拜，拜拜，谢谢，支持郑郑。卢玉老师觉得怎么样？相当不错呀，他刚才很有设计感。要是我的话，我傻不愣登的就是做那采访。他有开始有结尾，中间他有设计的那个小的环节，很完整，很成熟。非常完整。旁观者请非常好。然后湖南卫视就是你心中的 offer。那个快问快答我是真没想到，我是觉得已经结尾了，相当于在结尾又掀起来一个小高潮，非常好，我觉得，真的。估计2天录完也很舒服。当然了，我已经期待下一期《旁观者清》了。还有巧思，有设计，做得真好。对，整个自然又落落大方的那种感觉，很有代入感哦。听进去了，对，很真诚，很真诚。Hello， 老师。嗨，大家
家好。嗨，师姐好。想合照的抓紧机会，因为一会儿没有，你们还有没考试的，先去准备考试啊！就先别跟我哈拉，好吧？就你们要准备没考试的，没考试，好吧？下一个到晚了，我还没考呢。还没考，对他还没考呢。我是易静老师第一个，那只有我了。对对，我要跟大家求合影啊！那婷姐发话了，大家要不跟大家拍合照？可以。太好了，太好了！哇，开心开心！来，3、2、1。你每次考核心态都那么好，有什么小妙招吗？我给你分享我的宝藏电子资料库。平时有海量的纸质资料要处理的时候，我都会把重点内容扫描存起来。你看，做好关键的标注，就可以一键搜索定位，找起来就特别清楚。哎，那确实很方便哎，就是我平时都是用扫描全能王来扫描证件、报名材料，我没想到还可以这样用啊。对啊，所以嘛，用专业的工具提效，把时间用在提升专业度的刀刃上。下次我也要试试。2位实习生访谈，2种风格，哎，各位看完之后什么感觉？旁征这个采访的话，会让嘉宾一上来就会很舒适，很容易打开自己，包括台本啊，包括问题啊，包括他的这些策划，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的综合能力非常强的一个选手，真的很优秀。首先，他有一个自己节目的名字，还有他开场白，针对这位嘉宾用心去斟酌过，然后这个开场白也很惊艳。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这位姐姐，她如梁上清风拂话筒，田上春生入境来。然后又有一些走心的问题，让被采访者应该也会感受到他的用心。所以其实当时手上抓着各种各样的 offer， 然后湖南台是你心动的 offer。哎，是的，是的，这个总结非常到位。然后再加上最后快问快答又有一个节奏上的变化，会对他更有探索欲，更有趣味性，然后又很年轻。I 人、E 人、I 人，稳定、自由、自由。我就觉得整体这个栏目对于我来讲，我可能就会对于这样的场景是很舒适的。就是我觉得大家感受其实是一致的。庞征老师，我觉得那我就没有资格评价了吧。表现得太好了，我都想上一次他的旁观者去。他预约了，我替他预约一下。第2期的嘉宾啊，志胜。宁宁，各位看完之后什么感觉？我觉得宁宁可能就是因为能明显看出那种缺少经验的感觉吧，应该是，她就是依赖于自己之前准备的提纲，她更少的在现场自然的那个反应，以及与嘉宾的那个自然的互动，好像相对少一点。我觉得张老师刚才说那个，就是宁宁的有一个点是特别正确，就是她没有在听被采人的发言和他的观点，他只是一直沉浸在自己的那个问题里面，就很难去互相交流。对，能听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后段或者很高级的技巧了。我觉得听不是一个高级技巧，听是一个基本态度。否则你为什么要访谈？来表演提问吗？好犀利！我们哪怕是个小学生，我们跟我们的同桌聊一聊，那也不能说你准备了一个提纲，然后我跟同桌我只问我的问题，他说什么我不管，我准备下一个问题，这是不正常的，对吧？我感觉他在考试，完全对呀。但是庞征已经把它当做真正的是一个我的节目，我的访谈了，这是经验差别。对这个人本身缺少好奇心和探索。对了，你说了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好奇心才是一个访谈者的主要动力。就如果没有好奇心的话，你问到的问题是怎么拉近你和观众之间的距离呢？因为你是在代表观众好奇，代表自己好奇。我觉得就是真的要放松下来，就找到自己真好奇的地方，而不是自己提问，听起来最有哲理。我完全赞同全林老师刚才说，对一档访谈节目来说，其实对访谈者的尊重和真诚的好奇是起点。然后庞征呢，不仅有舞台上的经验表现，更是分享了他生活中一段稍显沉重的过往。然后呢，在父亲生病的这样一个突发事件的影响下，他开启了自己的带货主播之旅。我也想问问各位，在你们心中，如果做了带货主播这个选择，对成为一个好的主持人，会有一些影响吗？
就是其实带货主播和主持人，他只是两个行业，他这样一比，感觉好像主持人是一个高大上的一个职业，仿佛分了高下。我是不承认所谓的鄙视链的。我还真的做过带货主播，我卖过一阵书哈，然后呢，我必须得说，当卖货主播特难，特别难。对。带货主播是，就你一边看着屏幕上的数字，每5分钟一变，然后根据这些数字，你知道说此刻我要运营哪个数字，我是要让观众更多的停留，我还是要增加互动，我还是要 ECPM 把这几单货卖出去，要不要加附带，要不要加互动，就是你脑子里有一大堆的自己做决策，就都没有一个导播，然后这个时候你还要持续的说话，情绪还要顶上去，你情绪掉，代谢人数就掉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带货主播非常的难，谁看不起谁呀？我必须得说。对。但是我也要客观的说另一件事儿，就是一旦做了带货主播，其实就会更多的人记住你做带货主播的样子。如果你想得到一个平台 offer 的话，一定是受影响的。就像其实你们演员说，如果上真人秀上的太多的话，会影响某些角色，是一个道理。我觉得它客观存在。而且我感觉带货主播其实很像以前那种电视节目的购物主持人的那样的一个身份角色。对，哎，你站在主持人的角度，他们有某种性质上的差别吗？其实他们还是有某种性质上的相近的。就拿我们老师的话说，这类节目应该叫生活服务类节目主持人。对，所以带货主播其实和就是那一类节目的主持人还是有很强的粘连性的。庞征，我认为他的这个带货主播的经验，其实对于他的访谈也是有很大程度的帮助的。对，因为像全林老师刚刚也说到了，就是你需要非常这个清晰的头脑去控场，而且他肯定也会跟他的弹幕互动，所以他会有很强的这个临场反应能力，所以他才能够这么有自信的在嘉宾不按照台本来进行他们的访谈之下，他还能够有一个很快的反应能力。如果你去做文艺类的主持人，或者也像这种生活服务型的主持人，我认为这是他的加分项。对，他们确实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是公众领域的表达者，他们在目标上和路径上还真有不同。但我还是认同刚才子琪说的那一点，它并没有高下之分，它只有方向上的差别。那么都说到这里，咱们就上链接。没有了，我们不是上链接了，我们要上易立竞老师了。刚刚的访谈，梁田老师2波已经看完了，对不对？接下来上易立竞老师，我说实话没上，我已经有点紧张了。我不知道3位紧不紧张，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好不好？易立竞老师的访谈。我的妈呀，已经写了一篇论文了，这是。还有一个有趣的话题啊，就是网络上有一些网络还有一个有趣的话题啊，很多。我想问一下，你刚才入场的时候，是你们一坐下就立马开始说话了，对吧？你可以自己设计。我是这样子的，我上去，我在那里已经把我想要做的事情都做好了，然后挑儿姐她这个时候来了之后，我在台下跟她简单沟通了几句，然后她也好了，我也好了，然后我跟导播就说，我说坐下来，然后我说可以开始了，她倒数，我开始。明白 ，OK， 就是我放轻松，我现场跟他没有问题，因为我不想让他看到我太久，就不想有那个启动的方式，我怕有这个调性就难进场域了，就主要是跟易立竞老师，主要是这个情况。怎么了？没有，我感觉你好惊弓之鸟啊。因为马上到我了。他得让自己嗨起来。你需要来点状态吗？不需要。他现在很有状态。他消耗了。的确害怕。昨日如临大敌呀！哇。紧张不？从现在播的，现在播。这脱口秀演员素养的时候到了。刘奎，哎，走，好嘞，我加油加油。
人呢？人呢？急死我了！快点儿，快点儿，快点儿！倒数3秒就好。嘉宾老师在场的时候，咱们放下手里的事先走，行不行？你先上，我给你接，好不好？好嘞。你去吧，你去吧，我给你接。好嘞。帮我倒到3/4，谢谢。好。你可以试下镜头。老师，下一位实习生来了。来了，上来先是刘奎。伊丽静老师也是一个采访的老法师啊，那是。所以这个面对老法师确实挑战挺大的。我跟你快速说一下，3号拍这儿，1号拍这儿，2号是打拳。好嘞。然后核心主要还是跟老师之间。对，哪个灯亮就是哪个机器在。好，明白。那个刚才庞真他帮我拿过来，谢谢。然后耳返，你跟老师对接带一下。好，我现在对接一下。我先去接易老师。这个水位够吗？可以吗？好。哟，要道具。还是什么？我猜是百事可乐。哦，泡了茶。哦。好，老师，我这是 stand by。你是坐哪个位置？我现在这边，就是我面对的左边。好。Hello， 姐，你要下去吗？我正在等易老师。好的。你是易老师第几位？第3位，最后一位。哎呦。哦。易老师你好，介绍一下，我是东方卫视主持人冯琳。这次我是实习生们的助教，今天带着您一起上去。好。然后这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位实习生。好，我们待会儿见，待会儿见。一会儿他会跟您访谈。哦。你好。一会儿见。好，拜拜，拜拜，拜拜。好，那我们这走。他是来打个招呼。对，挺会把握机会的。有趣，先留下印象。楼上是我们一个演播厅的访谈区。来了。这位是我们今天第1位跟您访谈的实习生，你自我介绍一下。你好，你好，叫刘奎，奎奎就好。哦，你好，奎奎。是今天的这里的实习生，跟您进行访谈。好。然后这里是为咱们准备了一些茯苓的饮品，茯苓红多薏米，看您比较喜欢养生。哦，做了这么多功课。就是我们其实时间不长，我就是看了一下您自媒体，然后以及您20年跟7月份在您节目里的访谈，您2个小时喝了3壶茶，我看水果茶都是，然后看了一下您养生的秘籍，也学了一点。对，就是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烫哈，然后也等辛苦了。尝尝。是我喜欢的味道，有心了。刚才李沁说的最打动你的小细节啊。其实咱们算半个同行，您知道吗？对，您可以猜一猜我的本职工作。那你是什么记者？不是，我其实是脱口秀演员和编剧。在这半边等着呢。对，在这半边。对。好，那脱口秀演员对，咱们属于半边。属于半边了。那我们俩要是在新闻行业你再能够考核通过的话，是2个半边合成一起。合一块儿了，合2为1了。我们就同行了。对，其实我刚才抽到就是说跟您一起访谈的时候，我当时第一反应，我真实的第一反应是，易立竞，他访谈我访谈他，我真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因为从职业属性来说的话，那都戳他了，镜像神经元，不由自主。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点，就您作为一个这么多年您自己节目中对其他人的这么一个访谈者，突然被我访谈，我这么一个一看小男孩，大学刚毕业，实习生访谈，您会有什么样的心态或者说好奇吗？好奇就是说。什么时候开始？他没有开场白，然后开始了。从职业属性来说的话，那我比你虚长了一些嘛，那肯定是，比如说进入这个行业时间也长，我很想知道你关注的点是什么。他们到底开始了吗？没了，开机了吗？他直接进入了。对呀，还是说这是他的一个热身问题啊？
我本身其实也进行了一些。我们可以开始了吗？啊，哎呀，你看刚才没有跟导播沟通。啊，我这里已经是开始了，老师。已经开始了。对，我们已经在聊了。那我们继续吧。好，继续就好。这个就是欠沟通，欠和导播以及摄像之间的沟通，就是我们就很自然对话，然后就进入了。对，但这个之前要跟别人沟通好的，你们要开机就只要坐下就开机。那，哦，他是没开始呢。对，那其实我在我上学的期间也看了您很多的节目作品访谈，我非常喜欢您的访谈风格。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其实也采访过一些公众人物的职业，大家其实在言语空间上是谨慎、幼稚谨慎的，因为怕稍微一点话语就会引来攻击或者引来谩骂的声音，这是非常容易的，也很正常。所以我想知道，您这么多年保持您如一的这个访谈风格，不管他们的标签是直接还是所谓的毒舌，您对于这个标签会有负面的一些情绪吗？负面的情绪，可能用词不太恰当，或者有什么样的看法呢？这也做一个小学弟的想法。我在传统媒体做了很多年嘛，所以当现在这个时代来到自媒体时代，然后我都甚至不知道哈，我不知道我这么问恰不恰当，就是你说你看过我的采访，是看过我真的完整的采访，还是短视频营销号剪辑出来的碎片化的采访？漂亮，好问题啊。有碎片化的采访，有完整化的采访，但我说实话，对于一些您可能直截了当、比较尖锐的问题，我大多数都是在那个传播领域下、传播思路下看的碎片化的采访更多。对。对，那如果通过那个的话，就是因为我也没有想到说，我们作为一个传统的媒体人，有一天会被这样去解读。刚开始的时候会不解，因为包括一些词汇的话，就是现在都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词汇，比如说犀利啊，在我们那个新闻时代，犀利这个词，如果有前辈说你犀利的话，那是对你的盛赞，我们甚至在孜孜以求的去说能够达到这一个状态。但是现在就是短视频营销号上对你说的犀利，其实是在贬损你，对，定义成了一种情商低，甚至是作为主持人、作为一个人的一种缺陷，甚至到了这个地步。它有各种各样的，反正都是矮化你。我觉得他可能有一个预设的答案，但是没得到，就不停的，就是对，没有从他的嘴巴里得到。有点像下午连线的第二位。对，就是你一定要同意我的观点，或者一定要说出我预设的答案。真的啊。我们其实以前做新闻的时候是一个，就是类似于一个工匠的状态，是一点一点的去往前进，一点一点去攻克一个题目。但是没想到到后来的时候，大家就是为了博流量，把你的采访然后东拼西凑，再加上一些恶意的引导，然后夸夸夸贴上几个标签，那是大众喜欢看的可能。但时间长了之后，你发现。原来时代已经来到了这样的一个碎片化的自媒体的，然后在某些时候甚至说流量为王的一个时代，所以我当时很不接受，很困扰，然后迷茫、失落都有过。我觉得易立竞已经尽可能的配合了，给出了有关的答案。因为我也看到过您在南方周末呀，他们当时也讲，像南方周末他有一篇新年致辞。我觉得跟此情此景特别的相应，他就总有一种力量让你泪流满面。他说了，直面真实的人群是坚强的人群，直面真实的民族是坚强的人。
我觉得无论什么时代，无论是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下扎根于时代，还是说我们现在媒体飞速发展，信息纷至沓来，仍然由您这样的新闻人，由您这样的深度访谈记者去坚守这一份真诚，我真的觉得太敬佩您，太棒了。所以我谢谢。所以我想，不管是电视机前、镜头前，还是想作为小魏，您非常衷心的，就我个人的感谢，因为我家里人也做。不，没事。你太客气了。怎么突然？这是一个收尾语吗？这有点尴尬了，此刻。因为我家里人干这行，包括我的哥哥，我的哥哥他也是一名记者。他为什么问完每一个基本我觉得要问问题的时候，他又收回来去讲自己的经历或者某一些？我看到一篇报道，我个人感觉，我猜测啊，可能是您在过往的职业生涯中很危险或者印象深刻的一次经历，就是当时河南的那个村。您当时去回访的时候，您打车打到了一辆黑车，然后把您拉到路口，说不给钱就别想，然后一问10块钱。加钱，立马加钱，没有任何犹豫的。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好像刘奎说的比易老师多。他说了有1分钟了，不止，我觉得不止。他的表达就会更多一点哈。这些故事是不让伊丽静来讲的，因为我觉得我总想坚守点什么。我其实并不是因为不想做这个行业而抛弃这个行业，而是当时包括我前段时间在北漂。是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一个综艺主持的机会，当时去了北京，定下来了，然后完事儿去了之后，在跟开录前被砍了。所以他到底要问什么？完全失控了，他已经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因为其实我也看到了您的曾经的一些访谈，因为您当时是记者啊，但我们作为小学弟，作为从业者，我觉得那是一种坚守的勇气。你们听得清楚吗？确实有点听不清楚啊。我是小迷弟小学弟，我都没听清楚。我一直听的是迷弟、学弟。刘奎的声音对我来说有点含糊，我经常听不清楚他在说话。对，你觉得含糊是对的，因为他说话不张嘴。你仔细看，他是咬后槽牙的。按照发声的角度来讲，他不张嘴。可能你们作为新闻人、新闻记者，你们会去挖掘，但是真正挖掘之后，他的唇的动程非常小，他中间这部分没有表情，就上去了或者下来，拉到路口，他的很多面部表情也很玩味啊。而且他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他的表情真的，他紧张的，他其实是倾尽全力在想要讨好这个嘉宾，对。可是这个就非常不巧。并不代表说事事而为。你看得见吗？我看得见，我只是听得有点那个着急，我站起来站一会儿。感谢老师，好，没事。你是什么专业？哪个学校？我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啊，哪个学校？南京艺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对。你现在是？我现在是我就是本科，然后现在的话就是线下的单口喜剧演员。反转了，果然开始采访了吧？前辈都笑了。那你现在是现在还在上学吗？还是刚毕业？大学刚毕业。就是你还是热爱这件事情是吗？是想坚持的。是喜欢还是信念还是热爱？是信念。哦。是坚守吧？是受家里影响吗？成长环境的影响？不只是。我觉得是他到现在还没意识到他在被采访。完了，角色反转了。其实我觉得回到开头，就像99年的时候南方周末说的那句话，只要我们好好走自己的路，总有一束阳光会打在我们脸上。那也特别感谢老师，真心的特别感谢老师，有一次机会跟前辈有这样的交谈。也谢谢你，感谢老师。好，辛苦，谢谢你。好。结束了。你现在好像是比刚开始的时候松弛一点了，是吗？松弛一点。你是不是好紧张？刚开始的时候有，其实后面的跟您交流到中间，感受好太多。理解。谢谢老师。老师，我可以跟您合个影吗？好，特别想。好，我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吗，叶老师？好，可以。谢谢。好，3、2、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真感谢，真的，好，特别感谢，辛苦了。好嘞，哎，您要再喝会吗？啊，没事。好嘞，那我先拿下去。好。好嘞。好，没事，谢谢。他应该下来把自己的访谈看一遍，就知道问题在哪了。就看一遍就 get 到了。Oh my god， 它结束了。嘎。时光一去不复返，往事只能回。看来不错哟，这小曲儿哼的。下班了。因为他自己把自己那段说完之后，已经感觉稳了。对。太牛了！我刚刚在外面偷偷的听到了。你在听？我听到了，你讲可好了。对你讲可好了，声音蛮大的。声音大吗？大。我觉得我是一直这样说，我知道。可好，就是特别松弛又自然。Chill man, chill man, chill。林蔚也是智胜，在一开始 pick 的实习生啊。到你了吗？哦，下一位是你。救命！能紧张吗？哦，晕过去了呀。别晕。你坐咋坐？你们当时我这样做的，这样做的。这样你们看会奇怪吗？我觉得会有一点哎，好像会有一点拧着，会有点拧着，那就这样啊，这样会好一点。然后你可以手放到这里，这样好看，这样好看。谢谢2位专业的意见。哎呀，怎么舒服怎么来。I got， 加油，准备。Oh my god， 我们心现在要跳出来了。没事，加油。没事，你放轻松，正常的聊天说话就行。OK。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蔚蓝客厅。欢迎大家来到蔚蓝客厅，我是主持人杨小慧。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深蓝客厅，这里是学经济的会讲故事的小姐姐。经济学你好。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了知名记者、主持人老师好。下回是你吗？对，我要紧张。加油！啊，谢谢老师。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林蔚。走吧。紧张？没事。依依，完全放轻松，不要紧张。然后这边是一个时间条，到时候你在那儿采访的时候，导播会在耳机里告诉你时间进度，你自己也可以看一下大概的时间。好的。老师们好。我要在哪里戴上去？老师好，李老师，再跟老师握个手，很喜欢你，谢谢。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开始采访。好，那你先上去吧。好，坐一台阶。这个女孩很高，我刚才碰到她，她显得小，对，她小小的，比较瘦，骨架小。哎，这个女孩近看很好看，她就属于一朵雏菊，就淡淡的。我对她抱有期望。我也是，加油！杨林蔚，你耳机听得到吗？你可以说几句，我们试一下声音。易老师你好。你好，我叫杨林蔚。羚羊的羚，蔚蓝色的蔚。杨林蔚。对，挺好。试声音的时候顺手把那个对环节也推进了，破冰破了。你这边这个头发捋一下。这样 OK 好，谢谢老师。咱们的嘉宾都好好啊。好，5、4、3、2、1，好，说话。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蔚蓝客厅，一间最会讲故事的会客厅。我是主持人杨林蔚。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了知名主持人还有演员易立竞老师来到我们的会客厅。演员？易老师演过戏吗？我还真不知道。他说主持人吗？他说演员。还有演员？应该是不是做过功课啊？没有，我觉得就是一时紧张。口误啊！易老师您好，非常荣幸见到您。您可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立竞，但是演员这个身份可能哎，捕捉到了。我倒是偶尔客串过，但是还算不上演员。挺好。
今天呢，其实我们主要的一个主题是有关主持人，还有就是衍生的相关自己热爱的职业这样的一个话题，想要跟您来聊一聊。因为您作为主持人之前，其实我了解到是从事了很长时间的记者，还有主笔的工作。那当时选择记者这个工作，您是自己本身就特别热爱，还是一些机缘巧合的机会呢？机缘巧合，您能跟我们展开分享一下吗？机缘巧合进入到这个行业，然后在做记者之前，我做过很多其他的工作，比如说我开过服装店，哇，我卖过涂料，我做过很多，就是你们可能大家都觉得跟我后来做记者这个行业完全不搭嘎的一些职业，然后一个偶然的一个机缘，然后进入到了新闻媒体这个行业。我在想说，这才是我要寻找的，我想要做的事情。明白。那想问一下，在这个转型的期间，您觉得会有一些难点吗？就是从记者转型到主持人来说。相对于我以前做记者的话，我只是记者型主持人，我只是转换了，就是说有镜头面对我。对，所以那会儿的难点的话，就是我怎么在面对镜头的时候能够自如一些。会有一点点紧张吗？当时在转的时候。开场聊得还不错，他已经想办法去追问细节了，不是紧张，也是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就是顺势而为的就出现在这镜头前，然后坐下来感觉还挺不错的，就后面逐渐的。是因为后来的时代在慢慢变化，就是电视媒体或者视频它成为一种大势，对，所以我就顺势而为了。对，其实像您的风格，我们了解下来，感觉是一直是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去直面对我们的受访人。那这样的一种方式，您当时就是怎么样摸索出来，或者是怎么样形成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经历吗？简单的方式指的是什么？就是比较直接。坏了。因为我是传统媒体出来的，我们做记者的话，就是你只提有效问题。对，记者的话不需要婉转。所谓现在经常提到的高情商这件事的话，它不是记者要考虑的问题。明白。就是你需要追求的是呈现被采访者的一个作为人一个个体的一个复杂性。如果你作为新闻的话，你需要呈现的是无限的接近真相。作为主持人，是不是应该让每一个受访者，或者是我们每一个观众都感受到如沐春风，感受到特别的舒适？您是怎么看这个观点的？还是您觉得其实让每个人都感受到舒适，并不是作为一个好主持人的唯一标准？我在想说，主持人的话分很多不同种，因为我只能说我自己，我是记者型主持人。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提出问题，我们不是要跟被采访者做朋友，然后我们是要微微的挑战对方。对，这个就是我其实刚刚想表达的点。我们不是为了让他舒适，我们应该相信对方的智商。可能有一些节目的主持人是需要让整个场或者怎么样如沐春风，或者在场所有人如沐春风，他是不同的主持人，因为主持人分不同种。了解。他们这些小朋友们会认为，如果我问的不够高端的话，可能对方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好的提问者，甚至带给对方一点刺痛感，让对方觉得好像被冒犯的感觉。那您有没有想过，或许这种方式会不会有一些的风险，或者是如果跟您采访的这样一位受访人，那或许在问到一些比较直接的问题的时候，他的情绪上可能出现了一些波动，就是您会在意受访人的情绪吗？是这样的，记者的话，高效和有效，并不妨碍你同时要照顾被访者的情绪，因为采访这件事，比如说我们此刻坐下来，是由两个人共同完成的。是的，这个完成的话是，你是提问者，我是回答者，
必须要2个人共同完成，所以你必须要照顾到对方的情绪。就包括比如说，我现在在回答你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也需要照顾一些你的情绪，他需要2个人一起来完成，因为我们一起答应的这个工作。对，所以他不能够说是，你，比如说。Oh my god！ 我们是还继续吗？哇，这种临场突发的情况对新人也对新人巨大。新人是这个场的主人，所以他其实是要去控的。他要拍板，这个声音到底杂音影不影响刚才的录制？刚才那边问题需不需要再来一条？老师可以帮忙调一下外面的环境吗？他有在努力。那个让稍微保持一下安静，谢谢。楼下已经打过招呼了，可以继续啊。叶老师，您看现在可以吗？可以。信任这个东西，其实在提问的过程中，因为人和人都有气场，就是我们能感受到对方微妙的，比如说恶意或善意。对。如果我是带着一个恶意说去挖坑，你用再美好的言辞去包装这个问题，对方也会感受到，他也会抗拒。当你是追问一件事情，而不是想要带着一个偷窥的状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会建立安全感，会建立信任。它是需要你去感受，它其实这个手感是需要慢慢去触摸，千锤百炼出来的。他就是欠缺经验，然后问题都很虚。关键是伊丽静在这个阶段，他一直在讲，我不太习惯跟别人分享他的人生，所以他等着别人跟他探讨我怎么样做主持人，怎么样提问。现在当今社会，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也好，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好，大家其实都很想要努力去寻找到您说的这种热爱又为之这个沉迷的工作。那我们如何能够去找到呢？因为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多人没有去找到的。找到自己热爱的职业这件事儿确实挺难的，有人终其一生都没有找到。对，每个人都不一样。我的路径就是靠走量，因为我在做记者之前，工作过6年，做过很多其他的职业。但是每一个职业的话，我都觉得说，哦，就是这样，不过如此。直到我做了记者这个行业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的。对，还有这样的一种职业。明白。走量这个，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你确实是可以去快速的甄别或者是甄选，自己这个不同的赛道适不适合自己。但是这个会不会有一个沉没成本或者是试错成本的问题呢？咱们的这种尝试，您觉得跟年龄会有关吗？进入到他非常熟悉的领域，谈到沉没成本、试错成本，他明显非常自如，这是个挺好的问题。很好，他找到一个点。对啊，问一个前辈主持人，我想从你那儿得到获取一些信息、一些经验，我听出来了。慢慢进入到他想要的东西了。我个人会觉得跟年龄没关系，因为你说他如果在一个行业里已经做了8年、10年的话，这可能是跟性格有关。每个人就看自己的，你在意的得失是什么。比如说，有人会寻求稳定感，他觉得如果出类试错的话，那个安全感可能会太折磨他了，会让他更痛苦的话，那他就是个加减乘除嘛。你算一下自己的取舍得失，你到底要什么？你如果可以承受住无趣，就不存在什么沉没成本之类的。因为出来之后试错的话，那它就是冒风险的，你可能就是不知道下一份工作在哪儿，下一个月的薪水谁开，或者说我在这儿的话做几天，我可能就是不开心，然后我就又跳槽。明白您的意思，尊重自己的选择，然后跟着自己的心去出发。那其实，在节目的最后呢，因为我们也有一档节目叫《令人心动的 offer》正在录制当中，有一些非常稚嫩的崭新的主持新生的面庞。那其实大家也都非常喜欢您的这个主持大前辈，您能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些主持新生吗？感觉后边真的是渐入佳境的人。我觉得就是看看你走的路是不是你热爱的，你热爱的路
你不要光看到它光鲜亮丽的一面，你还要知道它背后光亮之后有什么。如果这2方面你都能接受，那你就过好每一天，每一个当下，往前走，别再环顾四周。我还是有一些就超乎我的预期。那其实今天我们的访谈内容也差不多了，也非常感谢我们易老师的时间可以参加我们这次的会客厅。如果大家还喜欢继续有新的内容的话呢，也记得锁定我们的频道，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跟大家一起来听喽。拜拜，谢谢易老师，谢谢，谢谢。谢谢老师，客气了。稍微有点紧张，不好意思。我看出来没关系，刚开始的话都会有紧张，脸上汗都出来了。对，有点。拿张纸擦擦汗吧。作为新人很不错了，很不错啊，而且是跨专业啊，跨界。有的时候我们会从被采访对象的状态来判断这场采访成不成功。被采访对象最差的状态是抗拒的，然后其次差的是困扰。迷茫。对，他只要愿意跟你聊，我觉得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状态。是的。怎么办？现在是不是整场垮掉？我觉得好尴尬。说实话，一点不怯，就是很厉害的事情了。就是好尬呀！就是我在想，是不是是我提出问题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我选的都是一些比较基本的一些问题，可能也没有太那个。没有很好，我觉得有碰撞才会有亮点看头，我觉得整体挺好的。它结束了，去看一下。对，我把汗把头发湿完了。他满头大汗，巨尴尬。对，太热了那个地方，就是很热。可能也有可能是我自己，就是到最后压力会比较大。我觉得没有特别轻松。就我的妈呀！没事儿，结束了。完成了。怎么了？哦，我以为你搞完了。我还没到我，特别紧张。程朗，到最紧张的程朗。我觉得他都快吓晕倒了。他最后一个压力太大了。对啊，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已经晕厥在这里了。这小男孩要碎掉。我觉得他此刻需要认真准备。我觉得他需要独处。对。确实，别人都考完试了，然后你要去考的那个瞬间是最紧张，而且所有人都特别轻松在门口，形成一种反向压力。老师们好，我叫冯程朗。拿的那个玩偶是什么？哦，这个是我的一些小挂件。我平时生活压力，如果有一些面试压力或者其他的压力的话，我就会弹一会儿琴，唱一会儿歌这样。你就是我的小星星，那先做去日落。他怎么了？他下来了，那就是我了。你是要充能吗？击个掌。耶！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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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们了，全组的希望！加油！加油！哦，加油！加油，朗子，相信自己。没问题，程朗。狼子来了，走吧。走了。当一台阶。等到最后一个不紧张了吧？等到最后更紧张了，已经。为什么？不知道。叶老师，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实习生。你好，我们刚才见过面了。对，刚才见过面。您吃过了吗？我吃过了。要不要吃点东西？因为我怕待会儿我们可能这个头脑风暴的时候吃点东西的话转得更快。看来你还准备了一些很尖锐的问题是吗？没有，因为我也想吃，刚好我们一块尝一下。好，很松弛。这是缓解紧张的手段吗？没有。你不紧张是吗？刚好。哇，这么松弛，还得吃东西。他刚才问易老师有没有吃晚饭，然后给易老师点零食。和他之前的紧张形成强烈的反差。其实我上来之前挺紧张的，但是我上来之后我就觉得也没什么可紧张的。因为我是最后一个嘛，因为我有充足的时间去准备我的一个采访提纲，但我觉得
其实我现在更想去把我的采访提纲扔掉，然后我们做一个就是简单的聊天吧，就是与其说是一个访谈。为什么你不满意你的采访提纲？一部分吧，但我觉得我更想的是我用当下现在最真实的状态，我不想想着那个稿子，我就想跟你聊天，而不是说我去问你问题、采访你，然后从你这儿获得我可能曾经听过的答案。所以我现在决定把这稿子放下，然后我们就这样开始聊。完成了，我们可以开始了啊！3、2、1，好，说话。嘿，易老师您好。你好，很高兴又再一次的见到你。这种松弛很宝贵。为什么是再一次呢？来，请坐，请坐，请坐。因为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非常有幸参加到了一档综艺的录制。火星吗？对，是的，对，我就特别有缘。你知道，我记得那期当时是我听到有易老师来的时候，我特别激动。哦，因为我感觉哇，有种意外之喜。曾经我在自媒体上刷到过很多有关于易老师的一些切片，所以其实我特别想要拥有一个机会去真正的了解易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刚刚为什么我们要握个手呢？因为当时在那期综艺的录制当中呢，您说到，就是你在一些1v1的采访当中，你会感觉到非常有压力，非常紧张，所以希望通过我刚刚那双手一个正常的温度，能够让你感觉到放松一点。不错，是个不错的状态。我觉得还不错，开场不错。他找到一个点，但是易老师也有这个自己的经历在里边，讨喜，非常好，对啊。首先，我想进行几个简单的快问快答。第一个，您觉得您喜欢做一个主持人吗？您的答案是喜欢做一个主持人。哎，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你怎么界定的主持人和你认为的主持人是哪一种？因为我们主持人细分很多种的。比如说，或者换个问法吧，您觉得您喜欢你现在的职业吗？他不适合问快问快答。就快问快答有时候可能适合像梁田这种感性的或者偏娱乐一点的这种太理性，他会把你这个问题先分析一遍。对，他要求我这个答案有没有漏洞，不能让你抓住漏洞。换个问法吧，你喜欢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吗？我接受，接受。你接受，就是在这背后没有热爱在吗？因为我现在做的事情并不只是单一的去做采访，我现在有很多种其他的工作。明白。所以我接受现在的生活状态。好，来第二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在网络上，我们搜“易立竞”这3个字的时候，往往出现的一堆形容词，比如说像冷静、理智、冷酷，或是一针见血。您觉得在这些形容词里边，有哪些是比较贴切你自己真实的状态呢？我觉得可能都有点儿，因为人是复杂的，因为人是圆形的，它不是一个切面，它可以严肃，也照样可以有趣，这不矛盾。那你觉得还有什么说漏的吗？就是网友对你就是说的一些形容词，你觉得你自己还想给自己加什么样的形容词在自己身上呢？其实人是不太了解自己的，人了解自己是很难的。那我觉得我可以给你一个答案，我觉得是漂亮。谢谢。对。他要问什么？我想知道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自己漂亮吗？其实这个问题如果后边没有后续的，挺冒犯。当然很冒犯了。我应该是活得漂亮，干得漂亮。我觉得谁都可以漂亮，谁都会有漂亮的瞬间，而且它和长相没什么关系。当然，我们看怎么定义，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沟通的时候会说我们的对于这个词语有没有达成统一的认知和定义，这才是继续下边话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因为人和人之间是不一样，每个个体的话对于一些词汇、对于一些事情的认知是不一样，我们要达成统一的概念再往下聊，会更有效一些。比如说漂亮，那你指的漂亮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还是生命的姿态？
或者您能不能跟我分享一张您觉得特别漂亮的一张照片？我觉得易老师现在已经明确地说，我们两个都没有达成一个基本共识，你到底要表达什么？他们的主题是什么？是主持和热爱是吗？关键词2个，一个是主持人，对啊，另外一个自己选择一个，他们自己选，自己做一个。他选择是漂亮是吗？我不是很清楚，但我感觉他似乎在用漂亮。因为我觉得我特别想要通过这次机会，我去了解更多关于你的故事。对，其实我特别想看到你过往一张你觉得你特别满意、觉得特别漂亮的一张照片儿。这要怎么呈现给他呢？拿出手机来给他找吗？我觉得现在拍就可以。每一步都给他救回来了。您觉得当下这个瞬间很漂亮是吗？是的，因为我在工作中，我会欣赏我自己在工作中，或者叫我接受我自己在工作中的样子。明白。其实“漂亮”这个词儿，在你作为主持人这么一长段时间里边，您觉得它会给你带来困扰吗 ？Oh no！ 他是什么意思？你想说有容貌焦虑吗？是吗？我都心疼易立竞了，不可以这样，我觉得。为什么揪着一个这么专业的媒体人玩命问人家外貌的事情呢？我觉得易立竞困扰了。我在出镜之后的话，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在做的是采访，我要输出的是内容。我知道我是专业的，因为坐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说，你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你的是否专业，而顾虑不到说你的形象。其实我出镜之后的话，在做主持人的时候，我更多的是焦虑我的内容。以前文字记者不需要你什么妆发呀之类的，然后所有的这一套流程，在做出镜之后，这个事情对我造成了很长一段时间都造成困扰。我专心致志在准备我的采访提纲，然后化妆师、造型师什么的话，服装，然后什么要穿什么样的鞋，然后在你面前在那儿忙成一团，特别打扰我。我就是跟这件事情和解，其实花了我很多时间。我有的时候我说出过这样的话，我说这不重要，我说我提问的不好的话，我采访的不好。就你打扮的再漂亮又能怎么样呢？因为对我来说专业性很重要。易立竞在努力的捕捉，帮他再往下挖掘这个关键词可以有的纵深。但是你坐在镜头前的时候，你需要面对镜头，面对观众，然后你周围的团队的话，他们也有他们的职业和他们的职业要求。你需要完成你的工作，你也需要配合别人完成他的工作。那个不是在做文字记者，不是单打独斗，它是一个团队的工作。所以你的形象的话，无论是不是大众认为怎么样，在你现在这个状态下的话，它必须是他们的职业要为你加分。当你妆造好之后的话，比你妆造之前的形象，你会看到自己在镜子前样子，你会觉得说，确实很好看，确实很好看。易老师还是很有素养，意外得到了一个好故事。其实我今天准备了一份小礼物给老师。我待会儿再揭晓。其实我觉得漂亮这个东西，它在我们作为一个主持人，它是不该被定义的。外貌的漂亮那是一种漂亮，内在的漂亮也是一种漂亮。就是我们作为主持人，我觉得我们需要去由内而外的做到都漂亮。我实际觉得他最后是想绕到他现在所讲的这段话来。对，但是他整个过程是不好的，完全跑偏了的。他没有任何的恶意，他就是太年轻了。然后我今天呢，其实我画了一幅很简单的画送给老师。你自己画的？对，是的，就可能有点简单。
这儿童画很可爱啊。对，就是我只会画儿童画，然后我已经非常努力的把我想象中老师的样子画出来了。哦。对，这个是我蓝色衣服，然后我现在的一个状态就是哇，我特别崇拜，然后感觉自己特别想要去见的人现在出现在眼前，然后这位是您。对。然后我今天这个主题其实是一个漂亮的主持人。对，我是觉得您是真的漂亮，就不仅是外貌上的漂亮，包括您热爱生活，您对你的生活很满意，你所有的内在、你的生命力、你的生活态度，都让我觉得，哇，这个人真的好漂亮，就跟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谢谢。哦，很珍贵，谢谢，太可爱了，来给大家看一下，一个漂亮的主持人，你这真是用心了。我也特别感谢您，就是今天能在这里跟我分享一些关于你在做主持人的一些心路历程，我觉得那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故事。好，谢谢您，谢谢。好，但是怎么说呢？歪打正着，他也确实激发了易立竞几段很精彩的回答。我觉得他是想让易老师说出更重要的是内在。他真的这个开始，我还觉得，哎呦，难道冯正朗会给我们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可是我听到后半段的那个访谈，我是真的很难受。这边老师好，易老师，你们好，辛苦了，易老师，好久不见，辛苦你了，辛苦你了，太不容易了，好久不见。易老师，你好，您坐，好。采访一下您的感受。我的感受好难，太难了。我感觉您在忍耐。没有，就是会试着调整自己，就是说，哎，他们是学生，是年轻的孩子，就是你需要有一些耐心。这中间的话，可能都会有一丝丝的就觉得说，哎，就是这样的一愣的瞬间。哎，然后他大3，对，真的就是这样瞬间。哎，然后，但是就是稍微又回来，就是他大3，我就一直在提醒自己，我一直在，你知道，就因为我的累就在于说，我一直在提醒自己说，哎，他大3，然后他新人，然后他那个什么，他在努力了。我觉得他们几个是用了不同的路径，就是在跟我建立连接。相对来说，就是这3个人里边，你觉得相对来说谁好一点？我觉得从整个场能力，反倒是冯成朗。他其实一直在试图做的是那种连接，然后他只是不知道那个度在哪儿。对，分寸感不好。对，他那个度不知道在哪儿。他的内容里头的话，他内容是错的，方向是错的，但是他的那个情绪和他想要链接的那个主题，它的完整性，和他试图去找到的那些情绪的东西，它是完整的，在我感受到，就是标准不一样。我在面对他们仨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这个时间段内，然后说哪个能调，哪个能调到能调哪方面。我其实想的是这个问题。理解。对。谢谢，辛苦了。谢谢易老师。张希老师和白雪老师说啊，我们都对易经老师发生了改观。刷短视频刷多了。我都是看您长篇节目的。好难，你们更难了。我们还要再待一会儿。对，你们继续好不好？难题留给你们，拜拜。好，易老师再见，拜拜。复盘了。这个很重要哦，因为我们待会儿投票，很多线索在里面。我们来评一下每组的情况。2个组的第一要出来，因为他们是有相应的拿到积分的，以及2个淘汰。从新闻开始，第一组是王玉和王韵林他们2个人，王玉和王韵林都有亮点，我都能记得下来。就王韵林她的整个表情管理啊，然后形象啊，各方面都很有经验。王韵林语流都很顺畅，然后王玉她其实是挺有掌控感的。那么对。同时呢，老主任刚才也提出了，其实我们从平台方和我们的监管方，我觉得易家也不错。他从心理角度反过来想，那很多小孩做成人打扮，这个角度非常好。我觉得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左右嘉宾的观点已经。我想提出一点，我觉得比较单。这个是不行的。
从感官上来说，张诗雯非常大气，而且台风极其稳健。而子泰他因为耳机的问题，他那1分钟其实是开了天窗的。好，那第2组访谈，我觉得刘奎自己的输出比嘉宾多，自己的观点比嘉宾的观点还要再给的更猛烈，但他又表现出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姿态。我觉得彭真超出我的预期，就是他是完整和成熟的一个访谈，但他略微有一点点没有经验，他应该多准备几个快问快答。冯程朗就是他会绕在一些问题里边。上次综艺录制的时候，您穿的是一身新中式的一个外套。张宁宁今天整体表现很怯很弱。林蔚有一个吃亏的地方，你知道吗？他太像小孩，他没有问题，他很多时候都不是问题，就是一个感觉，一个表达。不过还是那句话，他们就那么短的准备时间，在我看来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很要命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真的在讨论的时候，其实是他对于这个问题本身。先简单聊一聊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一趴对伊丽静老师的采访，3位实习生的表现，好不好？我可能会更喜欢杨凌卫一点。凌卫，你是一如既往。凌卫可能相对来说他紧张一点，但我跟他采访，但是我大概能知道他在想问我啥，或者他想通过我这知道啥得到啥，可能他对我来说更明确一点，这是我的感受。我可能也和志胜哥的想法差不多吧。而且我觉得其实那个凌卫他中间不是出了点小状况吗？但是他很好的在那个状况当中又进行了一些调整，然后后面问的问题也越来越好，而且我觉得他后面问的问题是能让嘉宾能够互动起来的，而且也是非常具体实际的问题的。是的，我也是觉得这个杨凌卫，首先觉得他跟之前其他的选手不一样，是我觉得他的声音特别的温柔，这也是他自己的一个特点，他非常没有攻击性，他非常甜美的声音可以让你放下防备。然后确实是刘奎和这个程朗，他们2个会陷在自己的这个执着的这个概念词里面被框住禁锢住了，就是会有一些生硬。子琪呢？我觉得其实我挺喜欢刘奎的感觉，松弛感。对，他的就是大大咧咧，然后很单纯的那个感觉。但是他在做这个采访的时候吧，给我的感觉就是他被采访束缚住了，太用劲了，太用力了，是有眉毛都在用力，全脸。对，我觉得可能出发的那个位置不一样，有点。但是我觉得他如果改变了这个观念，可能会更好一点。对，就能调回来。我其实同意你的说法，我觉得刘奎是有潜力的。因为大家都是新人嘛。对。所以多看2遍自己的访谈，我觉得会有改变。有潜力。确实，他是有好奇心的，而且他能记住很多的细节，像他给伊丽静老师泡了茶那些的，都是很拉近好感的。今天我们得先做出我们的职责，我们要做出推理，2组各自第1名是谁？我们需要一个答案，一个名字。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达成一致了？已经一致了。我们先从近的开始，好不好？人物访谈组5位，大家觉得谁拔得头筹？访谈组，我认为庞征。庞征真不错。候选人庞征，就是那个旁观者清。旁观者清，第1名确实是庞征。对，有没有人对庞征构成挑战？我觉得凌卫可能稍微有点挑战，但没挑战下来。但庞征就像全林老师刚刚说了一样，已经可以是上班了。行，那这组我们先来投票吧。觉得庞征是这一组第1名的，请举手。6票，全票通过。好了，那然后是第1组新闻播报组，这一组稍微有些久远，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我选诗雯，我也是，我非常坚定的选择加一。哇，诗雯真的棒，大局风范，他没有什么失误，而且一直在带着猴子态，然后叫3个方向上都稳妥，还有领导力，有现场的控制力可是单独播的这位雨佳，其实前半段表现得非常好，但是有一个
小小的瑕疵在提问的环节。那这一轮我们也完成投票，我们认为播报组是第1名的张诗雯，请举手。呵，又是全票通过。咱们现在加油团真是卡的整齐，就是我们是一个团结团。那接下来我们选举一位，推选一位，好不好？哪位在我们的名字上盖上印章？李沁是不是我们的飞行嘉宾？哦，是的，是的。既然是飞行嘉宾，我们让李沁来投上这一票。很荣幸第1期就加入大家。然后 ，OK。漂亮，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最后一段 VCR， 看一看最终的导师选择结果。今晚应该会出结果，是吧？今晚应该会出结果。好。有点紧张，张吗？Take it easy 啦，放轻松。诗雯很淡定啊。你这么优秀。为什么我感觉我们这一季压力这么大？是我的错觉吗？是因为我体会在其中了吗？可以看出新闻行业、传媒行业是非常卷的一个行业。哎呀，还好没让我们选淘汰的人，对，我觉得压力太大。好了，好了，是吧？好，鲁豫老师，我们去宣布吧。白老师。哦，出结果了。来了，老师们出来了。好，久等了，辛苦了你们，辛苦了，哇，辛苦了。一见面就公布排名啊！10个人起立，8个人留下。哎呦，坐吧，坐吧，大家坐吧。看谁今天会离开？太狠了！哇，大家久等了，辛苦了，期待了很久，确实我们也商量了很久，整个结果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艰难的一个决定。就是首先呢，要感谢各位来参加我们的这个 offer 的竞争，也恭喜你们完成了第1个课题任务的整个的挑战和考验。其实今天你们所有人的表现有给我们惊喜的地方，但是也确实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哦，我自己。希望我们通过接下来1个月的共同的努力，来一起提高，让自己变得更好，更适合这个 offer， 好吗？那首先我来宣布一下我们今天的采访组和新闻播报组的2个第1名，好吗？来了。哦。那我们新闻播报组第1名是张诗雯，张诗雯。哇，厉害厉害，灯亮了一半了。这是我们4个人共同的意见哈，我可以代表我们4个人一起来宣布这个结果。我觉得像张诗雯好什么？她的主导性非常强，他们准备的时候我就看得非常清楚。诗雯上来就说我们5分钟先看稿子，到了几点钟我来提醒我们再看下一部分。咱们先一人看5分钟稿，然后再连线这个。6点整我叫你。哇，好细致。他有一个对于节目整体的一个掌控。包括实际上子泰问的第2个问题，诗雯给到子泰的。我觉得你就是问影响，抓住一个细节来问。
这样显得比较严肃一点。那得看他说了什么，我再问，对吧？对，你就问影响未来会怎样发展。其实咱们是一个思路。OK， 专业。他对于这个问题本身，他是有一个思考的思路的，是有一个逻辑的。而且这个逻辑基本是对的。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想到了一个问题。那么在童装去发展的这个过程中，会不会给原来的女装发展带来一些份额，去挤占他们的市场份额呢？对，世文连线是不错的，他的问题比较简单、直接、明了，这个非常难能可贵。对，这是个专业性的一个体现。然后基本上是指向很明确，但会有一个相对开放的一个表达，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他可以一致同意。各位老师好，我叫张诗文，我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媒介，让我身体的所有部分成为表达本身，让我的所有经历，我见过的天地众生一一流过我，以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太棒了。然后我们采访组的第1名呢？来吧，旁观者清。你们有感觉吗？哎呀，恭喜庞真，恭喜庞真！第一盏灯亮了，也要恭喜我们第一盏灯旗开得胜。整个的交流氛围非常的好，很和谐。我觉得对于你和梁田来说都是非常愉快的一次交流。它是一个完成度很高的一个访谈，就是我能够完全感觉到它有一个套路，对吧？先给你套近乎，很久我又见到你了，然后呢，就是抛2个我表示我对你很熟悉，然后你想回答的问题，然后把他的问题1、2、3问完，就是一个完整度。然后，其实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会有2个关键词，一个是主持人，一个是选择。好棒！就是我真的很喜欢他所有的话术，一点都没问题。没问题。那个快问快答，我是真没想到，我是觉得已经结尾了，有很多巧妙的小心思在里边，挺棒的。而且快问快答确实放在结尾会比较好，比较惊喜。一上来你就会觉得节奏过于快了，对，有点压迫感。那接下来还有其他晋级的6位实习生。哦，6位实习生，紧张。我来一一宣布一下哈。侯子泰，侯子泰，侯子泰，侯子泰是留下了对吧？第3个晋级。但是我必须要说，今天你们几位老师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太松弛了。啊？师姐，我在等你读 A。我好像听不清耳麦的频率。我也是，我这耳麦掉了。说的好是松弛，说的不好就是实在真的没有求生欲。对不起，老师。所以你今天要好好谢你的搭档。好，谢谢诗文姐。但是也因为你的表现，让我们觉得张诗文特别棒，所以你衬托了他，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子泰晋级了，有没有说明播音组可能就全员晋级？啊，那采访组要淘汰2个？按照这个逻辑就像这样哦。好，接下来第4个。哎呀，我该先说谁的名字啊？看到你们的眼神。杨林卫。林卫。啊，这快要哭了。谢谢老师。林卫非常棒，算是访谈组的第2名，应该实至名归。非常不容易啊，因为易立竞老师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的采访对象，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你还是没有发怵，很好的完成了你的整个采访，完成度是很高的。只剩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踏实了。接下来
王玉。哦，王玉确实也不错。第一组的2位应该是稳的吧？对对。因为王岳霖感觉表现的比王玉还要好。老师，我有什么问题吗？就直接给我了。我们每个人都记了好多。对，我觉得太长了。对，我们回头慢慢跟你们说吧。对，现在就晚了。但你记得你们2个结束的时候，我是第一个给你们鼓掌，是吗？对，我给我很大鼓励。对，你跟你的搭档搭配的非常好，你要谢谢你的搭档，你的搭档也非常出色。感谢。好，所以接下来就是给搭档的。王岳霖，岳霖听到这个时候我也稳了。王岳霖今天表现非常出色，谢谢各位老师。接下来，我只有2个了。上次见老师的时候，哎呀，瑜伽，送个话，前几次他带了不是一个小汇报吧，然后其实我特别希望有机会能够。他之前都是第1名，他没有感受过第2的味道。扛住，扛住，扛住，扛住！他担心他的后半段。瑜伽。接下来，李雨佳啊，真的吗？耶！哎呀，高兴了！谢谢老师。确实有需要提高的地方，但是前面的播报还是非常亮眼的。好，谢谢老师。回头慢慢聊哈。好。播报确实播得特别好。好，接下来，刘奎、程朗、宁宁。哎呀，这3位，只剩最后1个了。我选的是刘奎和冯程朗。刘奎我同意。我觉得刘奎犯了做访谈的几乎所有的大忌哦，自己的输出比嘉宾多，他所有的声音都是含在嘴里的。时代的大背景送你之下，真的日光之下无心事。所以刘奎我们是没有异议的，是吗？刘奎没有意见，也就是程朗和宁宁之间。我对程朗是抱有很大的期望的，但是我觉得他一开始就是从头到尾反复在表达漂亮的这个话题。你觉得自己漂亮吗？我觉得一开始我会觉得有一些完全不着边际，到某些程度我甚至认为不是很得体。我听到后半段的那个访谈，我是真的很难受。我真的就只要他绕开这一个坑，他只要绕开这一个错误，那就是另外一个评判标准。那我们就可能会得出不一样的结果。我很同意大家对于他在整个这段采访当中的表现是毫无分寸感，但是被访者他都会觉得说他身上有某种特质是适合做主持人的。我觉得第3个冯程朗，他把整个场串起来。我的感受说，我说你适合主持综艺。他的那种阳光和放松感是有演员的，是讨喜的。我同意你说你把他放到某个地方，他的形象可能是讨喜的。但他今天这段访谈，他真的触犯了一个在我看来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这是激烈辩论。对。你觉得张宁宁适合做幕前工作吗？我看她的简历，我非常喜欢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头脑、很有思考力的孩子。做编导肯定没问题。我觉得她所有的优势和她的发光点，在她面对镜头的时候，其实都发挥不出来。你说的很对，不适合大屏，尤其。今天整体表现很怯，很弱。宁宁其实本来也没那么好，但是有人反衬出来了。对，在这一波，他可能从我这儿来说，可能侥幸过关了。我说冯程朗，如果这个访谈是在5分钟、10分钟内收，其实他不差。所以我是很失望的。的确害怕。
冯晨朗，冯晨朗。冯晨朗和宁宁并没有说谁绝对比谁好多少，但起码冯晨朗他至少出来的前5分钟，我是觉得眼前一亮的，超出预期的。因为他年纪最小，他面对易立竞这样一个前辈的时候，他反而显示出了一种不寻常的淡定。他的那个情绪和他想要链接的那个是完整的，在我感受到。我们从一个表达者的角度看潜力，我可以做到粤语、英语和普通话3种无障碍交流和沟通。钢琴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加分项。它是双语播音，还没有到英语的环境呢，它的优势。我就喜欢站上舞台的那种感觉，我也非常享受，就是在幕后的每一个瞬间，就只要让我做件事，我觉得哇，好开心啊！也很真实，有这样的形象配上他的性格，其实还蛮讨巧。张宁宁不适合去采访别人，可能更多的是适合自己去表达。梁田的采访很多是梁田在帮他补，而不是他在引导梁田去讲他的故事、他的经历。仅以这场比赛表现论胜败，他可能是这5个人里面最弱的一个。哎呀，冯晨朗。哇，那宁宁和刘奎走了。你是觉得你要被淘汰了吗？我已经准备好买票了 ，I want to buy a ticket and go to home right now。临别赠言都想好了吗？对，我特别希望有机会能够跟老师们讲一下我的一些小的想法，但我觉得讲起来的话可能会比较长篇大论。今天实在没时间了。对，坐吧。谢谢谢谢谢谢。好残酷啊！哎，太残酷了。所以我们已经把能够晋级到我们的实习阶段的实习生的名字都公布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有2个公牌，非常感谢刘奎和张宁宁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这次的竞选。来，刘奎，谢谢老师，留作纪念好吗？好，谢谢老师。就是我们4位老师都要非常诚实的跟你说，可能在今天的整个任务的完成上，你和别人相比没有那么大的优势，但是你的人生和才华没有必要被主持人3个字定义。或许在别的平台有其他的机会。就是我想哈，如果是徐志胜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节目和竞选的话，也未必能拿到 offer。我可能都入选不了这10个人。所以继续加油。好，特别感谢老师们，感谢。谢谢老师。我们真的都非常的喜欢你。然后你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表达者。但是表达也不一定要以主持人的方式来表达，你是一个我们心目当中真正的 KOL、Key Opinion Leader 意见领袖，所以继续用你的方式去表达和影响更多的人。谢谢老师。但宁宁其实她的那个还有内在的。各位老师好，我是张宁宁，现在是清华的一名硕士生。我觉得其实，在电视台里面的实践是非常有责任性的表达。相信大家都非常，我是觉得能够去更加的突破自己，去让表达更加的有厚度，更加的有力量。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张宁宁。虽然我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主播，知道我表现很差，不是很差，怎么会，宁宁？但是我会觉得在这里已经非常荣幸了。未来，我希望能够成为最真诚的讲述者，更多的人看到内容背后的力量。喜欢你所有的思考、观察和表达，未来还会再见。宁宁的思考性和思考能力是在的。大家好，我叫刘奎，来自南京艺术学院。我不是一个好的表达者。刘奎，哎呀，在过程中我也能够感受到话语空间状态存在的差异。赵老师您好，然后我有这样的机会跟易林老师这样的交谈，我觉得形式之外，内心很多东西，老师真的有在很真诚的给我方针和指导。未来努力成为一个有特点的，能够真诚交流，给别人带来温暖或者说快乐的主持人。挺残酷的，其实这俩孩子都能带，都有成长性。
哇，有人欢喜有人忧，所以要抓住每一次机会，感觉。好，各位请坐吧。现在要正式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东方卫视的这次实习。其实我们已经见过很多面了，但是还是要正式的和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哈。我是东方卫视的主持人、制片人陈晨。我第一次进这个楼就在2002年，那一路我也主持过各种各样的不同类型的节目哈。那我是第一次做带教老师，真的是一个非常重的职责。然后昨天我和我家属沟通这件事，因为我家属是一个大学老师，我跟他说该怎么教这个年龄的孩子们，他说高要求高支持，所以如果真的要求太高的时候，请大家多多包涵。挺好。好，我是上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主持人臧希，是一个爹味儿很浓的带教老师。希望未来的1个月的时间里，跟大家多多的沟通。大家有什么想了解、想问的，可以随时随地来找我，我也很愿意和大家交流。更希望从大家很多00后的身上学到一些我现在可能已经落伍的东西，好吧？谢谢。我是东方卫视的新闻主持人柏旭旭。18年前的这个时候，陈真老师目送着我离开了这栋楼里的一个舞台，跟他们两个的境遇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人生就这么奇妙，我离开了这里的舞台之后，兜兜转转，我一路竟然成了我从来都没有梦想过的东方卫视的主持人。好家伙！所以你们今天在这里，不管最终有没有拿到 offer， 你们人生都开启了全新的一页。所以要充满信心，好好利用这1个月。如果专业的知识方面需要求教的，找他们3个。我能教给你们更多的是我的经验和感受。所以我们接下来1个月加油努力，希望你们最终都能得到一个全新对自己不一样的认知。然后要隆重介绍一下我们本次的特邀带教老师。资深媒体人、著名主持人，你们看着他节目长大的鲁豫老师。大家好，我是陈鲁豫，很荣幸能够和大家成为同行。我做电视应该有32年，就是我是一个很少会想起时间，所以我也没有认为你们是小孩儿。因为某种程度，我认为我也是个小孩，所以我们是平等的。但我会觉得我有一些工作经验可以跟你们分享。最终，我特别希望你们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然后你一定要加油，好好用这个舞台，这舞台非常好。那在接下来的1个月的实习当中呢，我们会有8个考核的课题。来全方位的考核你们作为主持人的能力和素养。那每次考核的优胜者呢，可以获得一定的分数。那最后哈，这个考核分数达到100分的，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终极面试。过关斩将还有一个终极面试，来竞争最终的 offer。那我要强调一下哈，我们的 offer 只有1个。太残酷了。它就是正式入职东方卫视。所以期待大家都能够拿出最好的状态，加油！哇！8个人进1个，还不止8个，中间可能会有踢馆，但是最后就1个 offer。哦。正式入职东方卫视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机会。好，那接下来我带着大家在我们的整个的工作环境当中看一看。你们明天开始就要开始上班了。对，明天将成为一个正式的实习生。这间大家都已经看过了，这是我们的大会议室，我们一共有2个会议室。这间大会议室可能未来全员集结，包括我们分组进行讨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组在这边。然后我们到外边来，这片是我们的休闲区域，有饮料可以供给大家喝。如果大家觉得夏天热的话，可以制冰。条件真不错呢。这边，这2个是剪辑室。包括一个化妆间，
最里边呢是一个配音间，起点很高。未来大家可能会在考核当中遇到做片子，包括做一些专题节目的时候，可能会用到这里。这里是2号会议室，大家也可以在这里进行讨论。好，到这边。这4个是我们4位带教老师的办公室，这间是我的，我对我的稍微做一些介绍。哇！因为我这几年来台里的所有的这种航天报道都是我负责策划、主持，我还有一个自己的航天自媒体号，所以我这种航天的东西非常多。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进来跟我聊聊航天也是可以的。真爱，他是真爱。这边第2个办公室是白老师的，我就不用介绍了，反正我们的门永远为你们敞开，随时进来，随时聊天，随时参观。这是陈晨老师的办公室。陈晨老师最特别的是他有 AI 3D 人工智能金鱼。哇哦！这个金鱼大家可以去塑造它变成一种你没有见过的鱼的形象。这间是鲁豫老师的办公室。因为我喜欢在地上待着，所以我专门申请了这样一个角落。然后这些书是我自己的，你们要是平常没事的话可以来看。然后有一些是新闻采访相关的书，这个是我经常会看的，你们到时候可以来看。那个叫 Audition Barbara Waters 的这个。老师也喜欢木旦吗？哦，我喜欢。然后毛尖老师，因为过2天要跟他有个访谈。然后说这边书你们都可以看，我带大概有20本书吧，在这边，你们没事可以过来看。好的，好吗？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这一片是大家的。我也好喜欢，我最喜欢的是。真的，我也很喜欢。但是跟你来借一下书，没问题，你可以看，看完放回去就好。好。那这一片是大家的办公区域，现在大家每个人都选一下自己的工位吧，我们就确定一下。挑工位时间，熟悉的选工位。大家来选择一下。那我选这儿吧。我就亮堂一点的地方吧。我跟你一起吧。那我就选这里了。哎。哦，这是哇哇！我们的新朋友。是。哇哦！大家好呀，我是百世渴望能量基地的特约主持人百世蓝宝。滴滴，检测到新鲜能量上线，好多人啊！这是我的好搭档，超会整活的百世酷宝。希望未来你们也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渴望。大家随时可以来找我玩。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并肩作战的渴望同盟啦！好，让我们一起努力吧！加油！加油！对了，还有一份神秘惊喜，有请我的好朋狗登场。哎，在那儿不？哇，一只机器狗哎！这是我们的入职礼物吗？哇，没想到还有入职礼物。谢谢。哎，里边还有一个小盲盒。百世酷宝罐，哎，谢谢你啊，百世酷宝。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在这里开启属于自己的闪光时刻。祝大家实习生活充满渴望，满载可能。哇哦，那我来跟百世蓝宝碰个杯吧，干杯！那就祝大家实习快乐，耶！好，那就这样。好，大家都选好了自己的工位，那今天时间已经不早了，大家尽早的去休息，明天就正式开始我们的实习的生活。才过了1天嘛，感觉好漫长呀。这20天、20-30天下来，这孩子们得蜕变成什么样啊？希望大家养精蓄锐，好好休息之后，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在未来1个月都能够有所成长，好吧？如果有什么问题，随时随地可以联系我们。好，那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各位，谢谢。明天见，明天见。回吧。辛苦老师，辛苦，大家辛苦。老师拜拜，一起熬到了这么晚。辛苦老师。回吧。没事，我跟他聊2句。好的。我今天看他表现完之后，想跟他聊2句，来坐。好。我们就这么做吧。对。在针对性的。你是不是对今天自己表现不满意？哇。哎呀，说到这我有点想落泪了。其实我今天会觉得，就是我整体的状态，我一下来我就会觉得我应该表现的比今天表现的更好，而且我也觉得我可以做到。我跟你说，你今天整个播报非常的好，
极其松弛到位，包括你的语气、语音、语调，就是你是真的在表达和交流。问题出在哪儿？就是我觉得你这个第1名是你过去的那个学习能力的证明，但是你没有必要把这个第1名就变成自己的一个标签，不是什么事情都一定要第1名，要最好的。所以我特别想跟你说，你接下来一定要平常心。平常心，就是你，因为你想要，不好意思啊，老师，没事啊。哎呀妈！就是你一定要放平自己心态，有时候太高的要求，欲速则不达。可能是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我觉得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敢要的人，就是如果这个机会没有到我这儿来，我就去争取；如果它到我手上，我一定不会让它放走。我是这样的一个性格。我确实要思考一下，是不是这个第1之前给我的光环变成了现在我做的一个枷锁。对，所以就是你一定要平常心。还有就是，我就觉得你给自己压力太大了，所以我一定想要跟你说这个话，放轻松。谢谢老师。哎，我想抱抱你。谢谢。谢谢。平常心。好，我慢慢调整我的心态和我的想法和我的思路，接下来我会努力的。谢谢老师。你已经很优秀了，不要对自己要求那么高，好吗？好，谢谢老师。哎呦，我就是个泪点很低的人，泪点有点小低。我也是。哎呦，挺好的，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对不对？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当中去寻找新的力量。对，我觉得我要早点体验这个事情，然后之后才能知道，要不我得一直错下去。就是您这样一点拨我，我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去改了。没关系，社会一定会教育你的，时时早早会有这一刻。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放松，并且就是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又妄自菲薄了，还是知道自己很优秀，没有配不上这个牌子。谢谢老师，那我先走了，老师拜拜。太棒了，于姐，好苗子。奔波1天了，我现在只想立刻躺下。立刻躺下。哇，可以，太豪华了吧，这也。他们还要在宿舍里也被拍啊？对，全方位，这么多天他们同吃同住同工作。天哪，天哪，好困。今天真的是非常难过的一天，后面一定会加油的。拜拜，晚安喽。真的是就是初遇皮毛，但是已经要说再见了。这个真的这个伤感的音乐怎么会从第1期就开始响起？但这就是这一季，好可惜。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首先为自己鼓一次掌，好不好？恭喜我们加油团，第1期推理成功，2位我们全部命中。接下来我们要请百事酷宝为我们点亮本季第1个渴望灯牌。哦，看看。谢谢酷宝，我们要继续加油啊！李沁后半段可能无法一直陪伴我们，但在你在的时候，100%命中，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绝对。那我们回到剧情里的小细节里，刚才有一位提到了，放平心态，雨佳，专业第1名，绩点第1名，长时间第1名，他对自己有个巨大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有没有可能有时候反而会动作变形，或者在卸下这种压力下，有没有什么经验？那峻霖，你也是年级并列第1，我只是侥幸过，这个第1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小一环，在你的当下有看待他的或处理他的方式和态度。我因为一边要学习一边要工作，我其实本人还是非常焦虑的。但是什么时候就放下来了呢？就是排名掉的那一天。释然就在那一刻。就发现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在努力，
我永远把自己当做一个学生，在不同的领域都有我不同的老师。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不断的去拓展自己的未知面，不断的去尝试新鲜的事物，而且不一定你要去做到最好，做到第一，因为我认为只要你定语加的够多，你总也能找到一个你自己的第一。对，怎么着都是第一。但是第一往往不一定是那个最适合的那个，去做那个最适合的自己就好了。哎呀，今天是实习生们的第一天的工作表现我们其实也感觉到了今年的职场真的不一样。首先，从法律到媒体的这一个巨大的跨度，意味着跟我们屏幕前的每一个观众都更近了。因为法律稍稍离我们还有点距离但是媒体无处不在。想问全林老师有个我自己内心的问题，这也是今天这一整期最打动我的一个瞬间，其实是刘奎。虽然他特别这个反客为主的絮絮叨叨了很多他的哥哥亲人对新闻理想的坚持，但是那种絮叨之间还有一种很袒露的真诚。是喜欢还是信念还是热爱？是信念。因为有这么多年轻的孩子们奔向主持人的岗位，那未来可能整个传媒行业面临着巨大的变化。全林老师是这样资深的传媒人，我也想在最后的时候问一问您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或态度。我儿子考了传播，大学，对，这不是我的建议。我甚至劝他认真思考，然后他的结论是，其实无论技术怎么变，环境怎么变，传播永在。我认为他说的是对的。厉害。谢谢全林老师最后给我们的坚定，感谢。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好了，今天的第一期就到这里。我们谁都没有想到，到第一期刚刚初见就迎来分别，但接下来他们面临的每一个考验，可能都比今天要更残酷。从明天，他们就要正式踏上自己的工位，展开为期1个月的实习生活了。他们会面临怎样的挑战？我们拭目以待。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拜拜，我们下期见，拜拜，拜拜。这一次的考核内容，新闻专题节目的选题策划，就是要考验大家全方位的能力。本轮考核分为宣讲和辩论2个部分，你们8个人呢会分为2个组，获胜那个组的4名实习生会获得10个考核积分。就首先你要展示你自己的方案，除了要坚定自己立场之外，还要去寻找对方的软肋和弱点。要好看了，要好看，这下有瓜吃了。我们的这个组长分别是张诗文和庞真，上一个课题的第1名。我们尽人事，听天命。我觉得我们现在做到最好就可以了。我们肯定能赢，就只有一个字，就是赢字。这次必须要拿下。这个课题我也想要拿到分。当然可以。情绪价值、情绪经济，可以撸猫撸狗啥的，那个感觉会比较普遍。我觉得宠物殡葬是可以说的，可是没有养宠物的人可能就共鸣不到。很火的情绪经济就是骨子，盲盒经济这块先不碰了。我是说未来你不做一个展望吗？节目不是论文，我们把一个点说清楚就好。就是在一个节目里，你真的不能既要又要。不是，我既要不是哪个既要又要了。哎呀，他们这个团队太需要解压玩具了。这个选题足够新，有流量，而且它会更新迭代出不同的形式。记住，我们是 vlog 新闻，我们的重点还是在新闻本身。新闻是什么？内容为王，形式为大。我们有信心把它做成一档循循善诱的、丰富多彩的，并且严谨扎实的节目。有的时候呢，什么都想要，可能会害了你。这次的一个 pre 的形式，其实重点是强调在一个新闻栏目的策划会。其实我认为我们今天 focus 在点是选题。是我们的这个主题，它是具有故事性的。那么我们想问，你们是除了选题以外没有别的亮点了吗？压着这面子在走，绵里藏针呢。没事，做吧，会给你们发邮件的结果。太有悬念了。我的天，整的老紧张了，我最尴尬。好，各位，邮件发送成功。
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华为全新旗舰平板电脑 MatePad Pro 5G 强光炫光，轻松大手笔。你想成为怎样的人？在追逐的梦怎样成真？你带着对未来的疑问，奔跑着，前行着，坚持着，拼搏着。你可以打破极限，用尽全力闯出上微博搜索“令人心动的 offer”， 最优解的资讯等你解锁。上微博参与令人心动的 offer 话题讨论，选出你看好的主持新生，见证最终 offer 的诞生。上微博带话题“令人心动的 offer”， 分享出面篇名场面。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令人心动的 offer”， 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看百度热搜 ，get 更多热点内容。独家中文百科合作伙伴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令人心动的 offer”， 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知乎搜“令人心动的 offer”， 解锁更多精彩讨论。上前程无忧51兆，收获心动的 offer。9月12日起，周五、周六12点 S VIP 更新，19点 VIP 更新。会员抢先看一周，周日12点 S VIP 抢先看加更版，19点 VIP 会员专享，享更多精彩内容。周一12点 S VIP 抢先看衍生，陪你看 offer，19点 VIP 会员专享，